思思，思思，思思，你爸让你把工作转给青青，还让你下乡，的确委屈你了。你开门好不好？思思，青青下乡，居然穿越到了继妹写的以我为原型的书里。约会和炮灰还是女主的对照组。书里我仗着是江家大小姐，年轻漂亮，不把任何人放眼里，尤其是对江母捡回来的养了12年，后来被霍家找回去的军官童养夫霍廷舟，更是没好脸色，嫌弃他沉默寡言，又担心他任职所在的海岛物资匮乏，生活艰苦，迟迟不肯履行公约。霍廷舟，你死了这条心，我不会嫁给你。谁知没过多久，江家成了下一轮的清算目标。我那入赘的父亲带着继母和继妹以及江家所有资产跑去相识，把他给撇下了。就是他，海总，你干嘛？抓我干什么？不是我，放开我！我顶着资本家小姐的帽子，在乡下吃苦受罪。资本家大小姐就是资本家大小姐，这点活都干不好，都几点了，还不快点儿？不到1年就熬垮了身体，以后不堪凌辱，一头撞死在门口。书里的我没想到，死了还被老官府，更没想到霍廷舟会突然出现。像疯了一样拼命打老官府，满脸心疼地抱着我离开。至于文中的女主，也就是我的继妹沈青青，她去了乡试后，不但嫁入顶级豪门，还一胎多宝，被婆家团宠。我书里的渣爹，现在想骗我下乡，他就可以和继母继妹带着江家的财产偷偷去乡景，我不会让他得逞。爸，我妈走的时候，她说要保护我一辈子，她居然为了一个外人打我。江思怡像胸大无脑，尖酸刻薄，怎么现在像变了一个人一样？思思啊，我也是为了你好。江家被清算，我们全家都得下放。现在让你下乡了，总比到时候被迫下放好。你却不愿意，我也是一时心急呀，才动手打了你。哼，还想骗我？好，爸，我答应你，我把工作让给青青，我去下乡。但是这次下乡，我也不知道多久回来。我记得妈走之前留下了一块羊皮玉，我想把那个带走，就当是个念想。书里说那玉能开启空间，沈青青得到那块玉后，过得更风生水起，我可不会骗你。就要一块羊脂玉。反正这玉也不值钱，给他拿去了。好，我这就去拿。
为什么我突然心里空落落的，像是失去了什么重要的东西？爸，姐姐说会下乡出去避难的，这日要不还是别带了，被人看到了影响不好。沈香香，江家的东西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做主？你是抢我东西抢习惯了，什么都想要是不是？嚣张什么？江家的东西，爸都会转移走，到时候全都是我。爸，这次下乡什么都要重新置办，自行车、电视、风扇、家具，还要重新盖楼。你至少要给我1万块。这个，爸，谁家下乡花这么多钱？家里哪有这么多钱给他花？我不同意。四子，你竟然敢打我！我打的就是你们母女花的都是我们江家的钱，住的也是我们江家的老宅，你有什么资格不同意？玉已经到手了，我没必要忍。爸，我知道我们家有不少钱，你要是不给我，我就自己去银行查账。不能让他查账，否则容易暴露我转移财产的事儿。哎呀，这家里上上下下就剩1万块钱了，谁让你是我的女儿呢？都给你拿着吧。那为了以防万一，以后财产划分清算到我们写个断亲书吧。虽然我也疼爱这女儿，可她也太任性了，总把我的尊严踩在脚底下。断了就断了。好。这下你放心了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，江家的财产我1分都不会让你们带走。这就是空间了，真大。这是灵泉水。我脸上的伤居然好了，空间有了，接下来就把渣爹藏起来的资产都转移到空间里，然后我就该去找霍廷舟结婚了。毕竟我成分不好，书里信任我的人只有霍廷舟，但是他愿不愿意和我结婚？思思，思思，这是1万块。对了，思思，我和你爸下午要回一趟苏北老家，要好几天才能回来，户口本也得带去，省得弄丢。取钱要用户口本，这些钱你现在去取啊，还是等我们回来再取？他说这话，明显希望我现在取出钱来，看来是打了主意想偷走我手里的钱，好让我下乡后过得凄惨一点。我正好也要搬空家产，缺个替罪羊，不如将计就计。现在去取。思思，这1万块你可得收好，千万别弄丢了。我和你爸还有青青下午就走，你一个人在家记得锁好门。这不是林月如的侄子林宝柱吗？月儿上钩了就好。是时候搬空家里了。巴适，巴适，巴适，巴适。
哥，怎么没钱啊？不好，被人捷足先登了。那怎么办？不管了，看哪些值钱，先搬走再说。好。我只是出门买了个东西，一回来家里就被偷光了。怎么会那么巧呢？我爸刚带着继母和继妹出门，我也就出门了一会儿，家里就进贼了。公安同志，我怀疑是熟人作案。江同志放心，我们会尽快查明真相，将这帮人抓捕归案。辛苦你们了。我还有一件棘手的事，我家匣子里装着的户口簿和购粮票也被偷了。过2天我妹妹要下乡，知青办那边需要户口簿登记。一会儿我给你开个情况说明书，到时候你去户籍科补办就可以了。真是太感谢了。不仅成功补办户籍，还用断亲书把我自己的户口分出来了。现在就等收网了。谁呀？你们抓我干嘛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老朱，江思手里的钱肯定已经被我侄子他们偷走了，他现在说不定在家里痛哭流涕呢。她是资本家的小姐，等她下乡还有的她受。怎么还不回来呀？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月如，老朱出事儿了，他偷东西被抓了。公安说他涉案金额巨大，就是不治江水，也要判上10年以上的，该怎么办呢？他就是林月如。林月如同志，你的侄子林宝柱已经交代了，你教唆他偷盗江家财产，罪证确凿，麻烦和我们走着。月如，月如，你好糊涂啊，月如，看怎么办吧？我会想办法让你妈出来。沈修文还藏了钱。我这就去举报沈秀文这个渣爹私藏黄金。至于沈青青，我已经把我的工作卖掉了，她就等着下乡去吧。我也该去找，忘记跟霍廷宙说一声我要去找他了。给霍廷宙发什么好？明天我去海岛找你，我们结婚。团长，你和嫂子的婚事儿今年能办吗？那兄弟们都等着和你喜酒呢。姑娘家青春才几年呢，可耽误不起。强思不想嫁给我，也许这辈子办不了了。报告团长，你有一封加急电报，发报地址为沪市。他要和我结婚？你看你办的什么事儿啊？你还要人家姑娘主动来找你结婚呢？明天一早帮我备好车，我要去接人。那嫂子傍晚才到，他一早就去了。同志，我没私藏黄金呢，你们搞错了，是路上捡的，路上捡的。上次说了把工作给我的，我不要下乡了，你们凭什么骗我？护城站到了。江四，
婉婉，你怎么了？啊，没事儿。不可能是江思，上辈子他根本没来海岛，更没有和霍廷舟结婚，而是死在了乡下牛棚。霍廷舟只能是我的。对了，婉婉，我哥今天来接我，要不你和我一起去省城玩2天？不用了，我姐已经派人来接我了。谁呀？是你的小情郎霍廷舟？你别胡说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近水楼台先得月，懂不懂？你这么漂亮，你姐嫁给他大哥，你要是嫁给霍廷舟，亲上加亲，多好呀！你知道他有婚约的。你别担心，他们肯定成不了。他未婚妻是资本家的小姐，没好下场的。也对，上辈子霍廷舟孤独终老，而我所嫁非人。这辈子我主动来找霍廷舟，一定能和他在一起。也不知道霍廷舟收到电报没。他来接你了，还笑得那么开心，他肯定是喜欢你。我先走了。好。霍大哥，见到你真开心。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就像那春风吹进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不要把我忘记。思思，他就是霍廷舟吧？车站人多，我们回去说吧。好，江思怎么会在这儿？他不该出现在这里。我为了和霍廷舟重逢，放弃了城里的工作，放弃了追我的好男人，千里迢迢来到这里，我不甘心。霍大哥，我是婉婉，我姐让你来接我的。什么婉婉盘盘？不过大嫂好像打电话先斩后奏，让我接什么人？哎，算了，仅限这一次。先上车吧。走。霍大哥，你不用单独给我开一间房，我跟这位姐姐挤挤就行了。这样，霍廷舟就没办法和江思单独相处了。他跟你不熟，更不想跟陌生人一个房间。你房间自己开一下。思思，走吧。我2辈子都没见过这么没有风度的男人。今天那姑娘好像对你有意思，是已经动心了？你这么狠心？难怪刚才她看到我，惊讶的眼珠子都快瞪出来。不过就霍廷舟这身材、容貌、能力和家世，没人喜欢才奇怪。他好像并不吃醋。他呀，动的不是心，是歪脑筋。他竟然看得这么透。哦，你用不惯招待所的东西，我单独给你准备了洗漱用品，还挺周到。我们谈谈。好，去我房间吧，我准备了晚饭。沈修文和我后妈就是这个情况，江家是下一批清算对象，所以他们很有可能拿我身份问题说事。所以我们要是结婚的话，你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都净身无望。
你要是接受不了的话，我们可以退婚，好聚好散。如果霍廷舟不能接受，我就要再想个去处。沈修文他们竟然这样欺负思思，我的大小姐，这段日子肯定孤立无援，所以明明不喜欢我，却只能来投奔我。你除了怕影响我，还有其他顾虑吗？我不太会做饭，也不爱做家务，所以结婚以后，我应该没有办法当一个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良母，也许也不会去上班。我从未想过要你做贤妻良母。至于你怕影响我，你不用担心，我短期内晋升不了。为什么？年龄不达标。原来如此。霍廷舟的确能力卓绝，书里说他早立了很多大功，年龄一到就能升。思思，结婚报告只要提交上去了，就没有后悔的余地。你想清楚了吗？婚姻本来就是豪赌，若结果不尽如人意也正常，我愿赌服输。至少霍廷舟如今不管哪方面都已经很完美了。我想好了，我们结婚吧。那我明天去家属院。苏同志，这么晚了，您在我们团长房门口做什么？苏同志，这么晚了，您在我们团长房门口做什么？我……你能不能把你的扣子扣好？我扣子不小心崩开了，谢谢何同志提醒啊。苏同志，你半夜站在我未婚夫房间门口做什么？他说我是他的未婚夫。我还是太心急了，没想到江思这么晚了还在霍廷舟的房间。我是来告诉霍大哥一声，明天一早我要去军区医院报到。既然霍大哥不在，那麻烦江同志让我转告一下。团长，我觉得他没安好心，那扣子才不是崩开的，他是要对你使用美人计。思思，你听我解释，我和他不熟的。我发誓，我从未招惹过女同事。是，我相信你。不过他不主动招惹，他那张脸却很难不被人惦记吧？这路太平了，我牵着。好。哇，是我眼花了吗？我们向来雷厉风行、不近女色的团长，居然牵着一个姑娘，她是团长的媳妇儿吧？长得可真好看，比画报上的女演员还要好看。嫂子这真美，团长能把婚事拖到现在，他是真人。是啊。霍团长和那个姑娘还真般配，我真不敢想象，他们要是生出个崽子，那要多好看啊！等江四是资本家小姐臭老九的身份爆出来，我看你们还笑不笑得出来。走吧。这间屋子真是又宽敞又明亮。你喜欢就好。你休息一下，我给你倒杯水。对了，结婚的事情你跟家里说了吗？
还没有。也不知道霍廷洲的家人会不会不满意我。喂，哪位？奶奶，是我。挺洲，挺洲啊，你有很久没打电话回来了。你这情况好吗？都好。那好。奶奶，挺洲呢？把电话给他。奶奶，挺洲啊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做人不能忘本呐，你懂不懂？你和张丫头已经订婚了，怎么可以在外面再找其他的小姑娘呢？不是，我不听，反正除了江丫头以外，别的孙媳妇我一概不认。没错，人呢你不要往回领啊，我们也不会帮你隐瞒，你就等着你爸爸把你的腿打断，这是你应得的啊！原来他们不但不反感我，还那么护着我。奶奶，我是江四。四四，你去海岛找挺洲了？奶奶，我们这回打电话回来，就是想跟你们说，我们准备结婚了。哦，好好，那太好了，这真是个好事。是啊，妈妈，对了，很好。哎，廷涛还没回来。楠楠，妈，你们怎么这么开心？你三弟和江丫头要结婚了。是啊，之前这个江丫头啊一直不肯结婚，我还担心这婚事黄了，没想到成了。这老三身边终于有个知冷知热的人陪着，我特意准备了2000块钱安家费。江四竟然要和三弟结婚了，那婉婉岂不是没戏了？霍廷洲工资高，奖励高，又没在家尽孝，凭什么给那么多钱？妈，咱家做什么事向来不都是一碗水端平的吗？我们结婚时都没有安家费，怎么到三弟这儿就变了？再说了，三弟妹家庭条件那么好，我们老三家条件好，他就活该吃亏吗？你们吃家里的，住家里的，我和你爸还有你奶奶的福利津贴都花在你们身上，老三什么都没有。别说2000块钱了，就是3000块钱，那都是我们老两口的，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你们要是不满，等老三回来分家。我可不想分家，就靠我和廷涛的工资要养4个孩子，肯定不够。哎，对了啊，老大结婚的时候，人家江家送你们礼金100，还有1床羊毛毯。老二结婚的时候也送了100礼金，还有1床喜被。回礼的时候要是少了，我可不答应啊。你在家喝喝茶，我先去收拾一下房间。真的不用我帮忙吗？不用。团长的媳妇儿可真幸福呀，什么都不用干，都这么晚了，还能悠闲的喝茶呢。嫂子，听说你跟霍大哥要成婚了，这是我们送给你们的礼物，祝你们百年好合。呸呸呸，刚才说的都不算。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不用了，礼物拿回去吧。我们结婚没有打算摆酒席，更不会收礼。不收礼怎么能行？我还打算和他打好关系，再找机会住进来。哎，嫂子，你就收下吧。你松开。嫂子，你是不是还在为那天生气啊？那天晚上真的是个意外。是不是意外？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。但是我说了我不收礼物，你现在硬要塞给我，你到底是何居心？苏同志，
你这叫行贿，还是腐蚀革命队伍？你这是要被劳动改造或监禁的。我就送个布，怎么就上升到这么严重的程度了？霍大哥，我没那个意思。舒同志，麻烦你以后叫我霍团长，我没有美眉。疼吗？有一点。进去，我给你冰敷一下。为什么对我态度这么差？对姜思这么温柔？姜思，别得意。还疼吗？那就好。你等我一下。来，泡下脚，睡觉会舒服点。没关系的。在书里，走失的霍廷洲住在江家当我跟班时，也没给我端过洗脚水吧？我想起家里还缺点东西，明天我们去买点东西吧。家？他把这里当家？好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身家，我都给你。你想买什么都可以。霍廷洲有这份心就好，我空间里多的是钱，存折里有多少钱我并不在意。你哪来这么多钱？我以为按他的年限和工资算，他最多1-2万存款，结果多了不止10倍。啊，做任务啊会有各种奖金，比如歼灭敌人战机这种，每击中1架会有3000块钱奖金。你以后还是不要为了钱去出任务了，咱们俩的钱已经够咱俩花几辈子了。咱俩几辈子？都听你的。我们去照张相吧。好。男同志，放松放松，你身边的是爱人，不是敌人。注意一下表情，笑一笑。
实在笑不出来，不笑也行。哎，好，看镜头啊！我接个电话。喂，姐，我结婚报告什么时候能批下来？订婚这么多年都不着急，现在急上了？急。外面的情况你也清楚，这婚结了，你以后或多或少会受点影响。你真考虑好了？而且结了婚可离不了了。无论出了什么后果，我都一力承担，哪怕脱了我身上这身衣服，这个婚我一定会结。我从未想过要离婚。行吧，你们抽空去医院做个婚前检查，结婚报告1周内给你消息。好。一会你别紧张，等检查完了，你到旁边的休息室休息一会，我可能会晚一些。哦，在包里我给你准备了吃的和水。各项都挺好的，报告这2天会出来。不知道霍廷洲那边怎么样了？怎么还没好？还没。一般人也就10几20分钟，他这都1个小时了。再给你半个小时啊！实在不行，想想你媳妇。你媳妇要受累了，拿好了，这些已经是最大号的了，多了也没有。等多久了？你包里东西吃了没有？没多久。这几日，他目光恨不得时时刻刻黏着我，现在怎么像做了什么对不起我的事儿？没等多久就好，我们回去吧。好。我饿吗？还是不合胃口？来，霍廷洲简直全能，在外铁血能干，做的饭又香，收拾家务也是一把好手。我这是捡到宝了吧？梁老，你怎么来了？是我的体检报告出问题了。进去说吧。霍小子，盼星星盼月亮，才把未婚妻盼来，这下
品总，你身体的各项数据都很好，可唯独那一项的活性太低，恐怕很难要孩子。有了孩子，也可能自然流产。我能接受自己没有孩子，可我不能剥夺思思成为母亲的权利啊！想和思思在一起，为什么就这么难？奇怪，书里霍廷舟是因为后来执行一项秘密任务时被核辐射才变得不育的。我这几天都偷偷往家里倒灵泉水，照理说他现在身体应该没事才对。梁老，能不能让廷舟重新检查一次？我怀疑报告被人动了手脚，我有怀疑对象，希望你们配合。应该是苏婉婉，她一开始就对霍廷舟目的性太强了。江四恐怕已经知道检查结果了吧？他要么嫌弃霍大哥不能生育，两人婚事作废；若是他还是选择结婚，一旦婚后江四有了孩子，霍大哥和所有人肯定会怀疑那是野种，江四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啦。丽华姐，怎么了？这么着急？没什么，就是昨天采集的样本有点问题，数日掉在地上过。为了严谨啊，要重新检测一遍。怎么偏偏昨天样品掉地上了？真倒霉啊！我现在没事儿，要不我帮你吧？反正我用的那个药剂无色无味，现在的技术水平根本查不出来。好啊。竟敢在检测的样品上做手脚，一样的样子经过你手的就完全异常，我逐次经手的检测结果就一切正常。把他带下去，我要上报。不要，放开我！这下放心了吧？检查发现你那比一般人更活跃。说起来，你媳妇怎么就笃定报告被动了手脚？思思，你怎么会觉得体检报告有问题？我就是觉得你看起来不像是不行。臭小子，和你说话呢，两谋什么？啊！哎，对了，梁老，我按的检查报告有没有被人动过？听蒋医生说，你媳妇身体特别好，就这么说吧，就算你这次检查真的有问题，但有你媳妇在，你们有孩子的机会概率还是挺大的。就现在检查结果来看，你俩想要孩子和喝水一样简单。苏婉婉这种情况一般会怎么处理？他应该会被开除，调查清楚后会判3到5年劳动改造。如果他还有其他违法行为，判个10年也是有可能。苏婉婉连军区的病例都敢动手脚，落得今天下场都是她自找的。哦，对了，明天最好给爸妈打个电话提个醒，你那大嫂可不是什么善茬。
什么？你大嫂那个妹妹也去海岛了，还在你婚检报告上动了手脚？是，妈，我没打算手下留情。苏家那边大概已经收到消息了，你和爸有个心理准备，他很有可能上门去闹。生出这种没脸没皮的闺女，他们还有脸来闹？你别担心啊，我和你爸爸商量过了，等你们过年回来就把家分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和四四好好过自己的日子啊。妈，谢谢你啊。说什么谢呢？你呀，也是我的儿子。当初廷州被江家捡到时，浑身是伤，话都不会说，不知受了多少罪。妈妈，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珊珊，你妹子出事儿了。那怎么会出事儿呢？哎呀，你别胡思乱想了，不会有事儿的。就算是她出事儿了，那我那小叔子肯定会帮她的啊。帮个屁！要不是他说你妹篡改他婚检报告，你们也不会被抓，更不会被判刑。珊珊，你快去求你婆婆。哎，求她没用。霍廷州走丢找回来后，天天天的没边了。霍廷州会走丢，还不是怪他自己贪吃又贪玩，拍花子一颗糖就骗走了。当时廷涛也在啊，怎么就没被骗走？珊珊，你现在正怀着孕呢，你回去散步散步，肯定有用。也对啊。啊，你回来正好，给我煮碗面去，我饿了。小丁呢？怎么不让他煮？奶去戴河那边疗养院了，他跟着去了。那爸妈呢？爸去外地视察工作了，妈去别的省革命老区慰问演出了。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就今天上午，你问这些干嘛？这是故意不给我们苏家活路。啊！妈妈，我婆婆他们早不走晚不走，偏偏这个节骨眼上都走了。我看他霍家就是故意的，既然他霍家不给我们苏家留活路，是你硬。你小心点，别摔倒了。我哪有那么容易摔？他竟然比我还害羞。那个东西真能种菜吗？霍廷州。哦，你只要这样，用点力，摁下去，就会出现一个小坑，然后把菜苗放下来，堆上土就可以了。
思思啊，婚检报告已经提交上去了，最多2、3天，结婚证明就能下来了。然后呢？领证的事，他应该会主动开口吧？结婚证明下来之后，你跟我去领结婚证，好吗？像霍廷洲这么好的人，很难不让人喜欢吧？即使相处时间很短，却让人无比安心。好。这么容易害羞，该不会新婚夜要我主动吧？思思，我一定一辈子对你好。结婚报告已经下来了，我去拿。小雪，你怎么来了？郑州，我就问你一句，这个婚你确定要结吗？哪怕背上处分也要结的那个。是出什么事了？乔雪，不管问多少遍，我答案都是一样的。这是结婚报告。现在是8点50，我给你们2个小时时间，11点你们来政治处办公室。我们真的领证了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去政治处吧。好。等回去的时候摆点喜糖给大家分分，沾沾喜气。都是一个家属院的，我们都领证了，处好关系总算好。思思以前根本不屑于和别人相处，如今会为了我考虑这么多，变得这般妥帖。原以为这霍团长的媳妇儿啊，最多就是家庭条件好一些，没想到竟是资本家的大小姐，难怪十指不沾阳春水。要不是今天接到几个举报电话，大家都还被蒙在鼓里呢。霍团长糊涂啊，他怎么找这样成分的媳妇？她虽然漂亮，但和前途相比，孰轻孰重还分不清嘛。就是。不过他这种成分不是该被下放改造吗？怎么会来这里？对呀，你不该下放吗？这思思，你别担心，不会出事的。即使出事，也就几年不能往上升而已。我不担心。苏婉婉已经交代，他会动霍团长的婚检报告，是为了破坏你们的婚姻，避免你的家庭成分拖累回来。抱歉，是我不能接受这样的理由。苏婉婉没资格这么做。她若是真担心，大可以直接上报，或者直接通知霍家长辈，而不是用这种恶心人的方式破坏我的婚姻。退一万步讲，就算我的成分真有问题，也不是他篡改我爱人婚检报告的理由。这是2件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这是2件事，不能混为一谈。
苏婉婉实名举报，你的父亲沈修文同志涉嫌通敌卖国，你们家早在2年前就变卖全部家产，打算偷渡湘江，这事你知道吗？这辈子还没发生的事儿，苏婉婉不该知道才对。不过她这样说，我反而安心了。我不知道苏婉婉哪来的消息，但是沈修文应该不太可能去湘江。他前段时间被宏伟抓走了，判了2年。还有我的继母教唆本家侄子偷光了江家的东西，判了15年。我的继妹也被送去下乡了。江四，你说谎！你们家那么多财产，怎么可能会被偷光？你们一定是串通好的，你不要相信他们。不信我，难道信你一个外人？是真是假，打个电话一问便知。但是如果证实了我说的是真的，苏婉婉恶意举报和诬陷我，这事儿是否应该也给我一个交代？是。苏婉婉同志，现在已经证实，江氏同志说的都是真的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怎么可能？就算他们家都去坐牢了，资产也都被偷光了，也改变不了他们家是资本家的事实。江家是沪市有名的资本家，资产不可能只有那么一点，一定是他们私藏了很多东西。私藏黄金是重罪，严重是要吃枪子儿的。今天不让苏婉婉牢底坐穿，我就不姓江。沈修文和后妈算计我，我已经和他们断绝关系。这是断亲书，这是登报证明。你不是想知道江家为什么就这点财产？那你好好看看。46年预审闹饥荒，江家捐了20万斤大米，15万斤面粉。47年蒙神雪灾，江家捐款15万，粮食10万斤，御寒的大衣3000件。50年到54年，江家联合沪市工商协会累计捐了140架飞机，700多门大炮。55年鄂省特大洪涝，江家捐款20万。58年鲁省旱灾捐了20万。59年到61年，全国闹饥荒，江家前后捐了接近100万。我们江家是资本家没错，但这些年来并非只图着自己享乐，连大领导都说了，我外公有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，他的所作所为，养无愧于天，俯无愧于地，行无愧于人，止无愧于心，是当之无愧的红色资本家。而你有什么资格诋毁我，诋毁我江家？为什么会这样？一切不该是这样的。各位领导，我可以为我刚才说的所有话负责任，也愿意配合接受组织上的一切调查。但是苏婉婉，她为了一己之私，3番5次的找我麻烦在前，篡改我爱人的婚检报告在后，现在又污蔑我江家通敌卖国，这事儿不能这么算。还请上面给我一个交代。另外，还有2件事我不太明白。你说。第一，苏婉婉常年生活在京市，从来没有来过沪市。我想知道她是从哪里得知江家要跑路的消息。第二，
刚才我过来的路上，听说家属院一大早就接到了许多举报电话，我想知道这些举报电话和苏婉婉到底有没有关系。苏同志，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我总不能暴露自己是重生的吧？既然你没什么要补充的，今天先到这儿。小何，放开我！霍天舟，你以为他是什么好东西？要不是他们家出了事儿，走投无路，他不可能来到海岛，更不可能嫁给你。你难道一点都看不出来，他根本就不爱你，他一直在利用你？像他这种随意践踏别人真心的贱女人，就该一头撞死在牛棚，就该被别人拉。他连我原本的结局都知道，他一定是重生的。难怪他敢动霍廷舟的体检报告，不怕他以后发现问题，因为他知道过不久霍廷舟就会做完任务受伤，导致不育。这个贱女人，你为什么要来琼州岛？我为了来这里，放弃了我光明的前途，可这所有的一切给毁了。我要杀了你！我从来不打女人，可思思是我的逆鳞，处之即死。你没事吧？刚才我什么都没看到。报告，我安受到了惊吓，明日早我将检讨书准时交上来。走走走，一天到晚净给我惹祸。苏婉婉说了那么多，你就没有什么想问我的？思思，不管出于什么原因，你能第一时间过来找我，这就足够了。如果我身上有什么值得你利用的，我只会高兴。霍廷舟怎么能这么好？我们回去吧。一开始我确实是来投奔你的，但是霍廷舟，我今天愿意和你领证，不是将就，也不是退而求其次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上你了。你愿意相信我吗？思思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信。我想把世界的光都熄灭，只留下一盏落在你眼底。云上的红光正淌着焦灼水声。刚出锅的，深夜吃。你尝尝。弄吧。思思亲自喂我吃包子。革命家属院同志们请注意，现在播报一则特别通知。经查证，本家属院江四同志的家族一直积极支持我党工作。46年豫省闹饥荒，江家捐了20万斤大米、10万斤面粉。47年蒙省雪灾，江家捐款15万，粮食10万斤，御寒的大衣3000件。鲁省旱灾捐赠20万。江四同志家族以实践行动证明，即使是剥削出身的人，没想到曹主任他们会直接广播澄清我的事儿。我的老天爷，江家竟捐了20万斤大米，140架飞机啊！鲁省旱灾的亲历者，原来
当时好心的救灾良是忽视的江家，可我却和其他人一样诋毁救命恩人的孩子，我都做了些什么呀？蔡国兴在吗？我就是，怎么了？你涉嫌违法犯罪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你们肯定弄错了，你女儿陷害并诬告革命同志，这个事情已经证据确凿，你不引以为戒，反而多次拨打举报电话，肆意散播谣言，企图煽动群众诬害革命同志，你这个行为已经严重影响了军民团结，现依法将你逮捕。你们肯定弄错了，我是冤枉的，我是冤枉的。哎呀，医生说我这孩子怀相不太好，昨天都见红了，可听涛又没什么节制。喂，珊珊吗？不好了，你爸爸被抓了。秦涛呢？你快让他想想办法。怎么会这样？听涛会有什么办法？秦涛好歹也是霍家长孙呢，以后霍家肯定要交到他手里的。他岳父和小姨子出了事儿，他脸上也无光啊。他肯定有办法，你好好求求他。听涛。哎，天呐，我等一下，我有事儿跟你说。有事我跟你说。我说等一下，我真的有事。我肚子疼。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丧心？每次一碰你就说肚子疼，又不是没怀过，哪来这么小气？真的疼，流血了，快送我去医院！孩子都6个多月了，就这么没了。孩子已经没有了，你再伤心也没用。这件事我会给你讨公道。讨什么公道？害孩子没了的元凶不就是你吗？这件事要怪就怪老三，是他得理不饶人，让你因为娘家的事忧思过重，从楼梯上摔了下。这件事，老三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。爸妈那边也得给我们一点补偿。媳妇儿，你觉得我说的对不对？没错，都怪老三，要不是他，我娘家也不会出事儿，我孩子也不会掉了。好丰盛，那会儿我来收拾。思思在江家，当时十指不沾阳春水，和我结婚了，却愿意主动分担。不用，我来就好，一点都不累。思思，谢谢你，谢谢你愿意嫁给我，谢谢你愿意陪我在这贫瘠的海岛里生活。我们已经是夫妻了，不许说谢。一起看晴空万里，夜里或倾盆大雨，电闪雷鸣转瞬你将我抱紧，眼泪骗走了你的年龄，我却以为是爱情，来娶你。团长，队里有急事找您。我去玉秀会。去吧。
这不是传说中的子孙嗝屁袋吗？霍廷舟准备的。今天是我和廷舟的新婚之夜。思思，思思，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有个紧急的任务要执行。什么时候出发？我想起来了，按时间线来算，霍廷舟是这一次做任务出事儿的。凌晨就走。那要去多久啊？快的话1周，慢的话1个月。对不起啊，思思，我刚和你结婚，却要把你一个人留在这。夫妻一体，你的任务是保家卫国，我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，但是照顾好我自己还是可以的，你就不要担心了。凌晨出发还来得及。什么？今天新婚之夜，你不想亲我一下吗？相遇之前，每个长夜都白白修炼。思思，我在这儿挺好的，你放心吧。我给你准备的东西你都带了吗？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思思怕黑，怕虫子，怕所有有动的东西。思思，海岛偶尔会停电，我在床头给你准备了火柴和蜡烛，还有床下的老鼠夹，你千万不要踩到。还有那蚊香啊！你个呆子，甜言蜜语都不会说。一定要注意安全。走吧，别让人等急了。思思，你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还有啊，要等我回来。希望霍廷舟一切顺利。不过幸好，就算真出事，我的灵泉水应该也能调养好他的身体。哎，你听说了吗？苏婉婉诬告陷害，还渎职伤人，被判了18年，明天一早就要发去西北的农场服刑。那是他活该，小小年纪心思那么恶毒。苏婉婉能重生已经很幸运，本来这辈子她可以活得很精彩，却一步错步步错，她落得现在的下场，怪不得别人，只能怪她自己太贪心。嫂子，你快回去看一下，团长的娘来了。婆婆怎么突然来了？那江同志的婆婆呀，早不来晚不来，偏偏等团长离开后才来，一看就是来者不善，说不定呀是给江同志立下马威来的。书里说霍廷舟的妈妈是个好的，
应该不会不好相处吧？就跟老雷家的一样，那老雷出任务，她婆婆就变着法子搓磨她儿媳妇。妈，婆婆的眉眼和田周还真挺像。思思，哎呦，思思，这几年不见，你真的是越来越漂亮了，思思。思思，你和田周刚领证，他就出去任务了。思思，真的是太委屈你了。那么多好东西，还有麦乳精。妈妈在这里保证，只要是田周一回来，我一定让他好好的补偿你。妈，我们先进屋。好。江同志的婆婆这么疼江同志吗？江同志真幸运，有这么好的婆婆。妈，喝水。思思呀，这次妈妈为了演出，本打算看看你和田周，没想到田周出任务去了。啊，对了，这个是2000块钱彩礼，还有888块钱定金。其中呢，500块钱是3段一响和72条腿的家具费，这300块是老大老二给你的礼金，都拿上。老大一家还个礼，跟要他们命一样，都是霍家的孩子，差距怎么就这么大？难道真是好竹出歹笋了？谢谢妈。傻孩子，不谢，应该谢的是你。田周在你们家待了12年，是我们亏欠你们江家，亏欠田周。你奶奶说了，她现在住的房子留给你和田周，等分家了，我和你爸爸再赔偿你们一笔。喂，你好。喂，是三弟妹吗？三弟妹，你做事非要这么绝吗？那可是我岳父和小姨子，你这样做对你有什么好处？是老大打来的。是我小姨子不对，但是她已经受到应有的惩罚了，你们也没受到什么伤害，能不能看在我和你大嫂的面子上，放苏家一马？这个老大真是不要脸，给我狠狠的骂他！这个老大真是不要脸，给我狠狠的骂他！大哥，你话说的真是轻巧，没成功就不算害人吗？你应该去问问苏家，他们处处针对我的时候，有没有想过我是霍家的儿媳？有没有想过我是你弟媳？他们这么做有什么好处？你什么你？我话还没说完呢。你作为霍家的长房，我不指望你有多公平公正，也不指望你兄友弟恭，但是你最起码明辨是非的能力总该有吧？你岳父家犯了错，你不去约束规劝他们，跑来倒打一耙，我看你这长房当的真是脸都不要了。三弟妹，我口才没你好，但是我今天把话就撂这了。我不管你和三弟有什么办法，3天之内必须把我的岳丈给我弄出来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要不是这件事情，你嫂子也不会每天以泪洗面，还担忧的连肚子里6个月大的孩子都没有留住。孩子没了？家里因为你们现在已经闹出一条人命了，但凡你们还有点良心，就不该继续往下闹。如果还要闹，我就和爸妈还有奶奶实话实说，到时候别怪我不顾及兄弟手足之情。来，我就在这儿呢，你说呀。妈，你怎么也在喝倒？你别叫我妈，我没你这样的儿子。孩子没了，你这个当父亲的怎么不好好自我检讨一下？这上下嘴皮子一蹦，就把所有事情推到老三2口子身上。你以为我和你爸人老昏花，不知道你们2口子是什么德行？你那个媳妇儿本来就不稳定，口子也不懂得节制，孩子能够保得住才怪。
思思呀，你听妈妈说，这回啊，你跟我回京一趟。汀州办完事情的话，他肯定会回京续职。回去之后，妈妈立刻把家分了，好吧？你们两口子好好过日子啊。好。自己一个人待在这儿，的确挺无聊的。你这人怎么回事？撞到人不知道道歉吗？对不起，刚才没注意。妈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火车快开了，咱们快走吧。哎妈，思思，妈妈不吃，你吃。同志，刚刚是不是有个男人撞了你们？是啊，找到他了，马上去禀告副团长。霍团长，你找到那个进入那个男人的乘客了？在前面。妈，思思，思思，你们怎么在这？才几天而已，突然看到他，竟有种久别重逢的开心。看思思这眼神，也是喜欢汀州的吧？真好，不是汀州剃头挑子一头热。你是来实行任务的吗？妈，思思，你们还记得你们遇到你来的吗？奇怪，我明明刚才见过他的正脸，就这么一会儿，怎么也想不起来了呀？那你的容貌很奇怪，我的队友们都见过。更奇怪的是，怎么都记不起他长什么样，也无法描述。他潜逃了大半年，我队友追踪了3天，还没找到他。我记得。有纸笔吗？我给你们画下来。思思，妈妈都想不起来他的样子，你能画出来？当然，好歹我也学了10几年画画，尤其是人物素描，提炼对方五官细节是基本功。你们看看，是这个人吗？就是他呀！思思，你画画太厉害了。没错，就是他。有了这画，就好找很多了。妈，思思，你们尽量别乱跑，我去部署一下。那你得注意安全。注意安全。这也不知道人找到了没有？找到了吗？
我们都来回检查了2遍了，还是没找到。会不会是他趁机掉车了？火车的时速不低，他跳下去肯定会没命的。还有40分钟，火车就要停靠了。如果我让他跑了，下次再抓他可就难了。或许我可以试试，我比较会认人。不行，这很危险的。那不是有你在吗？你放心，我找到人之后，先不打草惊蛇，捕捉的事情交给你了。希望我也帮忙，能避免霍廷舟和书种一样受伤的结局。思思，我一定不会让你出危险的。我相信你。花生、瓜子、盒饭、矿泉水、饮料有需要的吗？奇怪，过了大半车厢了，还没找到人。我来一份。哎呀，你怎么我呀？哎，先来后到，最后一份饭是我的。现在这年轻人一点素质都没有，最起码的这老阿姨我都不懂，这一点素质没有呢。大妈说话呀，这么有气头，正常买饭怎么到你嘴里边就没有素质了吗？按你那么说，年轻人都饿死都累，都给你们老年人吃。干嘛赔钱？我还没吃饭呢，你就这样啊？你别拿我，那你怎么能那样呢？你知道的，你不能那样啊！那你别能那样了。没事吧？是那个短发女的，她能不能女装？你继续往前走，别引起他的注意。抓到了吗？找到了，多亏你帮忙。你没受伤吧？我没有，很轻松的制服了对方。廷舟啊，你可要给思思论功行赏。妈，肯定的。哦，对了，等任务结束后，我可以陪你们一起回京了。太好了！等回京后，我抽个时间去述职一下就可以了。最近天气凉了，我提前给你带了一点厚衣服。思思心里记挂着你。我怎么觉得自己像灯泡一样在发亮？爸没来，也不知道思思会不会多想。小陈，你们司令呢？第一次见儿媳妇儿，怎么不亲自来？这么怠慢？我哪有那么大架子，还需要司令亲自接？苏家人在家属院闹事，司令被缠得抽不开身，正在派人处理，让我来接你们回去。苏家人这么闹，可不仅是为了捞小女儿，更想借机打压老三，为老大家铺路。要是霍家以后交到老大手里，苏家还不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？我不会让他们得逞。爸，廷舟、思思，你们回来了。这怎么回事啊？老大两口子在闹呢。你疯了！我就是疯了！我奶和我妈、我弟就是希望你们能救救我爸和我妹。秦爸心真狠啊！全都关在派出所了，我奶都70了，你们怎么可以这么对他？我从18岁就跟着你，我为你怀孕了7次，生了3个儿子，我到底哪一点对不起你了？我爸妈有他们的难处。什么难处？就是偏心老三呗。
他老三都在我们头上拉屎撒尿了，你都没反应。我就问你，我娘家这事儿，你管是不管？珊珊，能不能别闹了啊？好，不管是不是，我们离婚。孩子是我生的，我要全部带走。离了婚了，你就等你的儿子叫别人爸爸吧。霍林涛，你敢打我！我跟你拼了！爸，这件事是苏家不对，我知道我不应该替他们求情，但孩子还小，不能没有母亲。能不能看在3个孩子的面子上，让三弟一家帮苏家一忙？老大，你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？我们霍家能有今天，是靠几代人的努力和拼搏。你轻飘飘的一句话，就想让我们霍家用命换来的过去去给苏家擦屁股，你哪来的脸？爸，停他！男子汉大丈夫，哪能随随便便下跪？快起来！表姑，这事情是我不对，表姑终于到了。对不对的，先站起来再说。地上量。老三挑媳妇的眼光还真是好，要是廷涛也能找个这样的，何愁爬不上处长的位置？大哥，你们也真是的，廷涛毕竟是霍家的长子长孙，你多少给他留点面子。这表姑来头很大吗？她好像很疼爱大哥。他是在霍家寄养长大的，我只是喜欢，简直啊，都快当成眼珠子宠了。老二结婚，他随了5块；老大结婚，直接随了300块。这样，荆州啊，你带素素上楼上休息一下，妈妈和爸爸来处理这个事情。思思，你累不累？我给你端水帮我脚。不用了，你也累了，快休息吧。都说父母在，不分家。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老三这个新过门的媳妇撺掇的。大嫂，你也是，新媳妇进门也不立个规矩。老话说得好，新媳妇是驴，3天不压脊梁就撂蹶子。大嫂，你这么惯着她，早晚惯出毛病来。闭嘴吧，就像个没把门似的，别人不把你当人，自己不把自己当个人。你也是女同志，你没给人家做过新媳妇，管好自己家1亩3分地就行了。我要是在外面听到什么风言风语，立刻找你。我不同意，分家的事情之前我们就已经决定好了，只要几个孩子各自成家就分家，各房过各房的日子。我和你大哥也可以轻松一点。太自私了，当父母了就光顾着自己潇洒快乐，也不帮衬孩子。大哥大嫂，你们执意要分家，我也不好多说什么。但是廷涛必须留在老宅，他是霍家的长子长孙，这点体面你得给他。表哥为什么连霍家分家都要指手画脚？爸妈还得给他解释。是爸妈欠他的。什么意思？大哥刚出生，爸妈应对力打得不起，无法带大哥，就托付给表姑和表姑父。表姑一带就是7年，
期间有次敌人偷袭，表姑为了护大哥，把自己的孩子弄丢了。那孩子和大哥一样大，就差1个月。好在啊，表姑父是个好的，他心里没有埋怨过爸妈，也对大哥是有基础。一条活生生的人命横在两家之上，光这一点，婆婆在表姑面前永远低一头。除了老宅，秦涛因为岳父家的事，这辈子想升职几乎不可能。是老三做的太绝，霍家的存款必须给廷涛60%，就当你们还了当初欠我的一切。我不同意，苏家是罪有应得，老三走失12年，受了多少苦？我们已经决定把霍家老宅给老三。至于家产嘛，分成4份，我和你大哥1份，其他3兄弟各留1份。我和你大哥跟老三过。爸妈的心偏的没边儿。就没见过你这么偏心的妈，不疼老大疼老三。今天不按我说的来，我就趴在这里不走了。反正我是不会同意你的分家方案。就是因为你，我妈才不同意这么分的。关我什么事？和我有什么关系？对啊，和你有什么关系？现在霍家分家，你一个外姓的亲戚在这掺和，这事儿和你们家有什么关系？用得着你在这儿替大方出头？怎么没关系？廷涛的事就是我的事。表姑，你这话说的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大哥是你亲儿子。廷涛不是我的亲生儿子又怎么样？我养了他7年，他叫了我7年的妈，我替他着想，这不是应该的吗？他脸上没有心虚，难不成他真的只是把大哥当亲儿子对待？大哥大嫂，我还是那句话，如果不是因为你们，我孩子也不会丢。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希望你们把那一份留给廷涛，这是你们欠我的。你总说霍家欠你的，那你欠霍家的你还过吗？你从小寄养在霍家，霍家把你养大，供你读书，给你找工作。要是没有霍家，你有几条命能活到现在？你感恩过吗？看样子应该是没有吧，要不然也不会一天到晚在这儿拿这些话戳人肺管子。戳人肺管子。思思真厉害。你总说孩子丢了怪霍家，埋怨霍家，你要是真怪真埋怨，有本事断绝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啊！嘴上说着怨啊恨啊，实际上该拿的补偿你1分没少拿。你这是把丢儿子当幌子，为了达成你们的目的吧？你胡说什么？我胡说什么了？你上大街上随便拉个人问问，孩子丢了，最应该怪的不是大哥吗？要不是大哥，你的孩子也不会丢。你自己想想，我说的对不对？平州能娶到思思，真是太幸运了。对不起啊，思思，你一回来就让你经历这种事。你说什么呢？我也是霍家的一份子，还是说你根本就没把我当妻子？思思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都知道，好不容易来一趟京市，有空的时候带我去逛逛吧。好。他是谁啊？哦，应该是表姑父，他一直是用打扮，不过他几乎不会来霍家的。没想到这次来了。他的长相和轮廓怎么和大哥这么像？
思思，你这2天都在奔波，我怕你身体受不了，要不我们改天？你想什么呢？我只是怀疑大哥有没有可能不是爸妈亲生的。而且按书里的描述，霍田舟当年走失时其实也有些蹊跷。那你发现什么了？我只是猜想，还没有验证。我明天画张素描，先去找爸妈确认一下。好。孩子丢了，最应该怪的不是大哥吗？要不是大哥，你的孩子也不会丢。我们把廷涛当亲儿子，他以后真的会很孝顺我们。你真的不会怪他，害我们的儿子走失。廷涛是好的，你担心什么？也对。表姑父、表姑，怎么办？爸妈这次铁了心，要把一大半家产和老宅都给老三，让他继承霍家。不行，你才是霍家的长子长孙，霍家应该由你来继承。他们休想！大哥大嫂既然这么绝情，就别怪我了。我有办法让他们不得不把霍家给你继承。妈，这个是思思特地给您准备的百年人参灵芝，她心里可惦记着您呢。真的太好了，谢谢思思。哎，思思，你们回来了。奶奶，思思，田舟，你们能修成正果，真的太好了。田舟啊，一定要好好待思思啊。思思，如果田舟敢对你不好，回来告诉奶奶，看奶奶非打断他的腿不可。记住，整个霍家都是你的后盾。奶奶，你放心。好。爸妈，奶奶，我有一幅画想让你们帮忙认。画？什么？爸妈，你们看看，这个人你们认得吗？这和你表姑父简直一模一样啊！是啊，不过你表姑父脸上有疤，这些年很少见外人。你见到他了？昨晚看到一点侧脸，按照轮廓推测画的。听说表姑有个女儿，这是我根据表姑和表姑父的相貌推测出来他女儿的容貌。你们看看像吗？这和你表姑的二女儿春妮14、15岁时一模一样啊！思思，你确实没有见过春妮，这么神，根据父母的长相就能画出孩子的长相。只要把遗传学吃透，其实这些很简单的。爸妈，我根据你们俩的相貌特征预测出来的。这不就是老二12、13岁的模样吗？思思啊，你真的太厉害了！你没见过你二哥就能把他画出来。可是思思，你给我们看这些画是……爸妈，表姑不是一直很遗憾没能亲眼看到自己儿子长大吗？这是我根据他和表姑父的样貌画的，你们看一下。这就是廷涛14、15岁的样子。闺女，你的意思是说霍廷涛是你表姑和你表姑父的孩子？难怪他把老大当成眼珠子去疼，原来他偷梁换柱。不行，我要现在去找他，亲口问问他我的儿子在哪儿。妈，我昨天已经试探过表姑了，她好像并不知情。怎么会？求你们给我们夫妻俩还有3个孩子一条生路吧！求你们给我们夫妻俩还有3个孩子一条生路吧！
大哥大嫂，你看看你们，把廷涛和他媳妇都逼成什么样了？你们再偏心，廷涛也是你们的长子长孙，老三害得廷涛岳父一家出事，自己也连累了，已经够惨了。你们分个家，却要把霍家老宅和霍家一半财产都送给老三和他媳妇。爸妈，你们把家产和老宅给三弟，我和珊珊没有意见。但分家之后，你还要跟着三弟，你让别人怎么看我？是啊，爸妈，不知情的人还以为廷涛有多不孝，他的脊梁骨会被别人给戳断的。这样闹下去，霍家肯定会妥协，放了我爸和我小妹。霍家的，你们这样对大儿子的确太不公平了，哪有把老宅还有大半身家都给小儿子，不给大儿子的？当父母的最忌讳偏心，大儿子才是家里的顶梁柱，小儿子负气啊，还连累到廷涛啊，他晋升无望。你们啊，还这么纵容小儿子，有什么好的都给小儿子，让大儿子吃亏，这太有失偏颇了吧？现在没有证据证明霍廷涛不是爸妈的儿子，要是任由他们闹下去，霍家名声就毁了，前途也很有可能受影响。大哥大嫂，你们害我没了儿子，这些年一直说要补偿我就一个要求，霍家一半财产和霍家老宅都留给廷涛。我养了廷涛7年，他和我亲生儿子没什么两样。你们不疼，我来疼。你们若是知道愧疚，就在这份分家协议上签字。人家一个表姑都知道疼侄子，这样当父母的，事实不是这个样子的。霍廷涛根本就不是我们的儿子，霍廷涛是他的亲生儿子。大嫂，你简直太让我失望了！为了护着三儿子，连大儿子都不认了。妈，在你心里就没有我这个大儿子一点存在？太荒唐了！我就没见过这样偏心成这样的。可以想象他大儿子在家平时过的什么样的日子。就是啊，没有证据的事啊，你们还敢张口，连大儿子都不认啊！真是，哎呀，难怪连表姑都看不下去了啊！出来主持公道，你们啊，还是赶紧把分家协议给签了吧，否则啊，就是丢人现眼了。现在的确拿不出证据，怎么办？人终于来了。谁说我们没有证据？这就是证据。我的公公血型是 A 型，而我婆婆是 O 型血，但霍廷涛他的血型却是 B 型。你们可能不太了解，但这血型相关的权威报告上明确说了 ，A 型和 O 型的父母不可能生出 B 型的孩子，所以霍廷涛他根本不是公公婆婆的孩子。爸妈，你们记得自己的血型和霍廷涛的血型吗？我不在意，不过可以问问。我是 A 型血，你妈是 O 型血，霍廷涛是 B 型血。太好了，爸，你赶紧找人把权威的血型证明报告拿过来，我有用。不，我怎么可能不是爸妈的孩子？都你胡说！我是不是胡说，你很快就知道了。陈总，抓住他！你们干什么？你抓我男人做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你抓我男人做什么？这是我们表姑父，他是 B 型血，表姑是 O 型，
刚好可以生出辟邪邪的儿子。你们再好好看看，霍廷涛和表姑父长得有多像。天啊，真是太像了！除了脸上的这道伤疤，啊，他的眉目和轮廓简直是一模一样，怎么看都像两父子啊！表姑父，你也真的是狠得下心。你是看到霍廷涛越长大，容貌和你越像，怕被人发现，所以狠心划破自己的脸，又整日戴帽子不见人，也不敢去霍家。我说的对吧？人有相似，至于你说的什么血型，我没听说过，你这是在胡说八道。陈志奇，当时我的孩子是不是被你们陈家换走的？这些只要一查就一清二楚，你少在这狡辩说！我的孩子到底在哪儿？放手！陈子琪，当初老三走失的时候，我们就查到你有嫌疑。老二也是让你们川总队去千里之外的地方做建设。你们这样做，这是为了让霍廷涛继承我们霍家，谋夺我们霍家的财产，对不对？霍家到底有哪里对不起你们陈家，要你们这么做？凭什么你们霍家高高在上？当初我弟就犯了一点错，你们霍老爷子就抓着不放，结果害得我弟被开除，我弟才会上吊。这就是你们霍家欠我们陈家的。这就是你们霍家欠我们陈家的。陈志奇，廷涛真的是我们的亲生儿子吗？是。你以为当初你不小心把孩子丢掉了，其实是我扔掉的。还有霍廷舟，我让人把他卖得远远的，结果他命大的活了下来。不，我是霍家的孩子，我不是陈家的孩子。陈子琪，你这么对我们霍家，对我的这几个孩子，我不会饶了你！立刻去上报公安，霍家给你们多少，我要一一拿回来！怎么样，孩子找到了吗？陈思琪已经交代了所有问题，不过事情过去了20多年，要想找到大儿子，恐怕……真是造孽呀！妈，没事的，大哥吉人天相，一定会找到的。按照我推测的大哥的容貌去找，应该不会很难找。思思，多亏了你，否则我们霍家还不知道会被鸠占鹊巢到什么时候。廷舟能够娶到你是他的福分，也是我们霍家的福分。妈，我们是一家人。对，一家人。廷舟啊，虽然你的亲大哥没有找到，但是我和你爸还有奶奶都希望把霍家交到你的手里，你愿意吗？你愿意吗？爸妈，奶奶，我还要在海岛任职2年才能回京，到时候或许大概已经找到了，再来分家的事情也不迟。我和思思觉得这样更合适。也好，反正现在家庭和睦，也不着急分家。廷舟、思思，你们在京市很少有机会逛逛，今天有时间，你带他出去逛。好。我本来就打算带他逛一逛。
累不累？听众，我有没有跟你说过，能遇见你真好？思思，我能遇到你，是我这辈子的幸运。不能这样，不行，我去洗个冷水澡。为什么不行？难道你在火车上其实受伤了？没有，你别担心，我只是没有带措施。梁老说了，我们要小孩跟喝水一样简单。思思，这辈子有你就够了。你不想要小孩，我们就不要。我也想不你的。霍廷钊，你怎么这么好？孩子的事情顺其自然，但是现在我要你。思思，